我是小 M，每天都在宇宙中冒险，寻找属于我的故事。我有故事，你有订阅吗？周末的阳光透过高楼的落地窗，洒在了刘雨辰的办公桌上，尘埃在阳光的照耀下，仿佛也闪闪发光。尽管窗外是温暖的春日午后，刘雨辰的心中却如同被一层薄霜覆盖，冰冷且有些烦躁。这个周末，他将会参加父亲精心安排的相亲。对手是一位他从未谋面的年轻女士苏锦言。对于这场相亲，刘雨辰心中充满了矛盾和不安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相亲这种形式的不乐观，更因为他担心这会成为另一场家族利益的交易。他站起身，走向办公室的一角，那里摆放着一面整洁的全身镜。刘雨辰凝视着镜中的自己，一身定制的深灰色西装，无可挑剔的剪裁让他看起来既优雅又有力量感。但那双眼睛透露出的疲惫和孤寂，却是任何衣服都掩饰不了的。这就是未来的刘家领袖吗？他自嘲地想，心中泛起一丝苦笑。他对于自己将被迫进行的这场相亲感到无奈，却也明白这是家族所期望的路。他的父亲刘毅一直强调家族利益的重要性，而婚姻在这一切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作为刘家的继承人，刘雨辰知道自己的私人情感必须让位于家族的大局。回到书桌前，刘雨辰打开了抽屉，取出一个精美的小盒子，里面是一枚精致的领带夹，这是他父亲上次生日时送给他的礼物，意在提醒他时刻保持绅士的形象。他轻轻地将领带夹夹在领带上，这个简单的动作仿佛也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相亲做心理准备。他知道，无论是出于家族的期望还是个人的未来，这一次的相亲都有其必要性。但在心底，刘雨辰渴望的是能够找到一位真正能与他心灵相契的伴侣。他希望苏锦言不仅仅是家族交易的一部分，而是能够真正理解和支持彼此的人。随着夕阳的光芒逐渐消退，刘雨辰的心中也渐渐明朗。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他都必须面对，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刘家的未来。他深呼吸一下，收拾好心情，准备迎接这场命运的相遇。随着周末的阳光照耀着开往市中心的路途，刘雨辰的车子平稳地划过城市的大街小巷。今天，他将在一家知名的高级餐厅与苏锦言正式见面。这个场所被选中是因为其私密性和优雅的环境，非常适合进行这样的正式见面。餐厅内的氛围既宁静又典雅，穿着礼服的侍者在柔和的灯光下低声交谈，使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私密。刘雨辰被引导至一个隐蔽的角落，那里的座位特别为这次相亲准备，既保证了谈话的私密性，也彰显了场合的重要性。不久，苏锦言抵达了餐厅，他的到来像是一阵春风，给沉静的氛围带来了一丝活力。他身着一件简约而优雅的浅蓝色长裙，衣服的设计简洁而不失高雅，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的气质。他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肩上，轻轻的微笑透露出他的友善与自信。刘雨辰站起身来迎接他，两人礼貌地握手，然后坐下来开始了初次的交流。开始的几句寒暄后，刘雨辰被苏锦言的风度和聪慧所吸引。他的言谈间不仅展现了他的教养，还透露出他对艺术和文化的深厚爱好，这让刘雨辰感到惊喜。他发现自己能够与他谈论许多共同的兴趣。随着交谈的深入，刘雨辰开始对苏锦言的见解和思想表示钦佩。他发现她不仅外表美丽，内在更是充满智慧和魅力，这使得原本应该是形式化的相亲变得更加自然和愉快。两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理解和连结。午餐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，他们品尝了餐厅的特色菜，同时分享了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未来的梦想。在这段对话中，刘雨辰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和自由，这是他在繁忙和压力驱动的商业世界中很少体会到的。随着午餐接近尾声，刘雨辰意识到，这场相亲可能会对他的未来产生不一样的影响。苏锦言的每一个微笑，每一次目光交流，都在无声地告诉他，这次会面可能正是两人命运交织的开始。苏锦言在离开了与刘雨辰的午餐会后，立即前往了他的朋友兼商业合作伙伴李天一的工作室。他心中满是对刚才会面的反思，同时也在思考他的真正目的。为了家族的生意和未来，
他必须执行他们精心策划的美人计。工作室里，李天一正在等待他，一见面就急切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谨言？一切进行得顺利吗？”苏谨言点了点头，他的表情中带着几分复杂。刘雨辰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且富有魅力，这次见面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但这也让我对我们的计划感到了些许的内疚。李天一听后，眉头一皱，他走过来拍了拍苏谨言的肩膀：“谨言，我们都知道这不容易，但这是唯一能救我们公司于水火之中的方法，你需要保持坚强，记住你的目的。”苏谨言静静地坐下，他知道李天一说的对。他深呼吸一下，调整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开始详细讲述与刘雨辰的相遇。从刘雨辰的谈吐到他的举止，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他解释说，他显然对我有所好感，这对我们是有利的。我感觉他似乎对这场相亲持开放态度，这给了我更多施展的空间。听完苏谨言的描述后，李天一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，然后开始与他共同规划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他们分析了刘雨辰的商业利益和可能的弱点，讨论如何在不引起刘雨辰怀疑的情况下，逐步加深他对苏谨言的依赖和感情。接下来几周，苏谨言和刘雨辰的交往越来越频繁，每一次会面，苏谨言都精心打扮，确保自己在刘雨辰面前展现最好的一面。他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与刘雨辰有更多的互动，发布一些两人共同兴趣的内容，这些都是李天一提前策划的一部分。苏谨言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刘雨辰对他的好感显著增加。他们共同参加了一些艺术展览和慈善晚会，每一次出席公开场合，苏谨言都巧妙地引导刘雨辰表达他对艺术和慈善的支持，这让他在刘雨辰心目中的形象逐渐变得高贵而深邃。然而，就在苏谨言准备进一步加深两人关系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事件让他不得不暂时放慢脚步。一天晚上，当他与刘雨辰在一家高级餐厅用餐时，偶然遇见了他的一位老朋友。这位朋友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，因为这位朋友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次偶遇让苏谨言深感焦虑，他担心自己过去的一些行为会被刘雨辰知道，这可能会破坏他在他心目中悉心经营的形象。晚餐后，他急忙找到李天一，将这突如其来的变数告诉了他。李天一听后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安慰他说：“这的确是一个挑战，但也是一个机会。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测试刘雨辰对你的真正感情，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他表现的那样对你有感情。”苏谨言听后觉得有些道理，决定按照李天一的建议，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件事，同时观察刘雨辰的反应。这次事件给了苏谨言一个重要的课题：如何在不暴露自己计划的同时，继续推动他和刘雨辰的关系，并且保持足够的警觉。他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，但他也清楚，只有处理得当，才能确保他和他家族的未来不受威胁。随着夜幕降临，苏谨言站在窗前，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知道，接下来的路会更加艰难，但他也坚信，只要他能够坚持自己的决定，最终一定能够达到他和他家族渴望的成功。苏谨言和刘雨辰在城市的一个古老音乐厅内共度了一场古典音乐会，音乐在两人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，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共鸣。随着每一个音符的流淌，两人的距离悄然拉近，苏谨言的内心开始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波动。音乐会结束后，他们漫步于月光下的城市街道。刘雨辰谈起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以及音乐如何影响他的生活观。苏谨言聆听着，感受着刘雨辰那种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热情，他的心不自觉地被深深吸引。他们来到一家小而温馨的咖啡馆，刘雨辰点了2杯热咖啡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苏谨言看见刘雨辰眼中的诚挚与温柔，这让他无法抗拒地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好感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对这个男人的感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本计划中的范围。刘雨辰轻轻地谈起了他的家庭和梦想，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未来的希望与渴望。他谈及如何将科技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，这些理想和梦想深深触动了苏谨言的心。他发现自己不仅仅是被他的外表所吸引，更被他的思想和情怀所打动。
当夜色渐深，街灯下的轻柔光芒映照在两人脸上，苏谨言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和未来的行动，因为他已经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按照原计划行事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情感共鸣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。这一晚的共鸣不仅仅是两颗心的触碰，更是灵魂深处的呼唤。苏谨言在回家的路上，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感情波动。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充满挑战，但此刻的他已经准备好面对那些可能带来的变化。这集故事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按赞是美德，分享是快乐。